Hello，大家好，我是吴，来自 King Kong Motors 的 CEO。那么King Kong Motors 这么多年以来做事情的方式都是从上指挥到下的。从上指挥到下的时候，当公司有一个这样子的 company culture 的时候，员工就很习惯性的去等答案。他们遇到什么问题，大事小事 ，even 有时候芝麻绿豆的小事，他们也在等 management 给他们答案。发生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不是他们不会，不是他们不懂，也不是他们没有经验，其实他们是更加是不敢去承担这个责任。他们怕承担了这个责任会有什么后果，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是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然后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 management 去反省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是我们 company culture 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讲说怎么样可以改变掉这个 company culture， 然后直到我们发现了 facilitation 这个东西了。我们遇到了 Professor Jack 告诉我们这个 facilitation 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在讲哇，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不错。那么 facilitation 到底是什么呢？ facilitation 对我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引领的一个 skill。他引领你的员工用其实他们懂的知识，他们懂的经验来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就是用让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天才，怎么样让他们这个天才里面挖掘他们的天才，挖掘他们的答案，用这个 facilitation 的这个方式把他们弄好。就好像最近当我学会了 facilitation skill 这个东西过后，我们最近有安排一个 review 了，一个 review session 给我们的员工。然后平时我们 review 是我们问他们你们做了什么东西，这样子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所以我们还是在给 instructions。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不如用一下我们学回来的 facilitation skills。那我们就讲说与其我们告诉你怎么样做，不如你们告诉我们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做。然后我们就给他们的一个 session， 然后讲你们自己来 discuss， 自己来 define 你们自己的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然后你们的 do's and don'ts。然后他们在短短的半个小时里面，他们写了3张他们自己的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3张麻将 paper 这样大的字他们的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然后他们的 do's and don'ts 也写了2张麻将 paper 那么多。所以其实我们就跟他讲说，这个是你们自己说的然后结果在这个会议过后，他们就根据他们自己想要的方式，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做的东西，他们就去做。在这样子的经济趋势之下，这个会议过后公司的业绩还上了一个15%，所以对我们management team 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很欣慰的一个东西我们讲说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天才，每个人都有一个天才的部分在里面，只是在长期各种各样的方式之下被压迫，然后他没有地方可以发挥这个天才的时候他们慢慢就会变成你们眼中的废材。其实他们是 OK 的，他们知道的，只是我们不会从他们身上怎么样去挖掘这个天才出来。所以 facilitation skills 这个东西其实是允许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去挖掘他们每个员工的天才出来，这样子其实减轻了我们 management 很多的工作。所以 facilitation skills 这个东西帮助了 King Kong 很多。